很多人被骗10几年，当年爆火的《我是特种兵》，大半主演根本不是普通演员，全是现役在编真军人本色上阵拍戏，整个孤狼 B 组，唯独小庄扮演者古志新是圈内外聘演员，剩下老炮、强子、伞兵、卫生员、耿继辉5人。拍摄时身披军装，隶属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、苗连、陈排、马达。狼牙大队长侯勇，清一色部队文职军官，就连温柔的林小颖扮演者刘小杰也是现役军人，不用特意训练站姿，不用揣摩兵的神态，平日里就在军营生活，举手投足自带铁血兵味。连编剧导演刘猛原本就是现役陆军军官，靠着亲身军旅经历落笔写剧本，正是这群真军人同台飙戏，没有刻意演兵，反倒拍出最接地气的特种兵经典，时至今日依旧稳居军旅剧天花板。今天让我们继续看这部经典电视剧《我是特种兵》。上集我们讲到了军队的集体观念，小庄也深刻体会到了战友之情，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刚跑完5公里回去，连饭都没顾得上吃，这又被老炮安排在暴雨中罚站。小庄之前骂老炮不人道，其实在这样恶劣的天气，最能淬炼一名军人骨子里坚韧不屈的意志品质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在战场上淋的就不是这个雨了，到时候你们淋的就是子弹雨、炮弹雨。老炮这种高强度集训里严苛催促，偶尔厉声训斥，本质属于部队常用的加压磨砺方式。所有严苛举措都是为不断倒逼新兵，突破自身体能极限，唤醒骨子里的血性。什么时候把你们这些饭盒里的水接满了，什么时候再开饭。所有人都委屈的哭了，只有小庄咬牙抗住了压力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所有变故发生的过程，站在远处观望的苗连尽收眼底。自打这批新兵刚踏入军营报道那天开始，小庄负重长跑胜过老炮的事情过后，苗连便留意上了这名新兵。报告，连长，这是你派的训练计划，放在我桌上。是。说你真有心心，新兵哭鼻子有什么好看？有个兵没哭。陈排顺着目光留意到前方身影，脑海里记起当初赛跑力克老炮的刺头新兵。陈排一眼便看穿连长已经看中小庄前置。他们说的一点，你啊，就是个兵痴。别哭了，哭管休用，都已经这样了，让那个山炮瞧不起。来，咱们唱歌。团结就是力量，锐气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为了鼓舞战友低落的情绪，小庄主动站出来带头唱起了军歌。躲在暗处的老炮静静注视着现场，抛开客观因素细细品评过往经历。老炮算得上小庄军旅生涯引路人，能够遇见这样一位班长是小庄的幸运。唱得不错，小庄，走，把你的水倒掉。其余的人进去吃饭。不细看很容易误以为老炮处处刻意针对小庄，拨开表象细细琢磨就能看清内里真实用意。这般严苛管束实则是老炮独有的培育引导方式。老炮自身没有受过系统化的高学历教育，平日也不擅长堆砌空洞乏味的书面大道理，只能依托常年当兵积攒的经验因材施教，用心发掘潜藏在小庄身上各类出众长处。就以眼下集体合唱提振士气这件实例来讲，小庄可以轻易调动身边一众战友的积极性，充分印证这名新兵与生俱来出众的凝聚力。你什么时候把水灌满？那是我第一次在部队提到特种部队4个字，当时只是随口一说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老炮曾经多次申请加入特种部队，但是每次都被淘汰，那是他心里的一道伤疤，而特种部队对于当时的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停！班长，那是哪个连队啊？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夜老虎侦察连。说起我是特种兵里的王牌连队，那必须是夜老虎侦察连。作为狼牙特战大队的人才摇篮，这里是无数尖兵的起点。能进夜老虎的新兵，个个都是全营挑出来的尖子。很多狼牙特种兵都是先熬过夜老虎的艰苦地狱，才有资格去闯地狱选拔。看似一个普通侦察连，却是中国特种兵成长路上最重要的一站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班长。是不是也想进入这支部队？我告诉你，只有最好的新兵才能进入侦察连，只有最好的侦察兵才能留在夜老虎侦察连。报告，营班长，
这个就是特种部队吧？全体都有，加油准！武功礼也，跑步登。我是特种兵之所以成为军旅神作，离不开一众现役军人演员的真情演绎，依托真实军旅阅历打磨剧本，诠释角色，才让军营日常新兵历练格外真实动人。暴雨罚站，严苛集训，老炮看似不近人情的磨练，从来不是刻意刁难，而是军营独有的成才之道，在磨难中淬炼血性，凝聚战友情谊。正因扎根真实军旅，还原军人本色，这部剧集历经多年，依旧是难以超越的军旅经典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集再见。